我是青云宗圣女，修为尽失后，我没哭没闹，只要了灵石置办房产。从此，别人修炼靠天赋，而我致富靠要债。每次有修仙大能渡劫或者打架震碎我的房子时，我就拎着算盘上前要债，要来的钱用来养活我捡来的一家人。直到那日，我那名义上的宗主爹找到我，要我回去镇压魔尊。我还没说话，身旁我那从来轻声细语的娘亲忽然抄起剁肉的刀，嗖一声擦过来，人耳边钉在门上。他笑盈盈擦了擦手，再道德绑架我女儿一句试试。爹爹放下手中的扫帚，一道剑气斩断了宗主半截胡须。阿兄将我护在身后，向来胆小的阿姐燃起凤凰之火。如果你们听不懂道理，我倒是也略懂些拳脚。最后一道劫雷劈完，地上砸出了个坑，我蹲在坑边，怀里揣着算盘，一个人影晃晃悠悠站起来，黑袍子破成布条。他抬头，正好对上我的视线。醒了，我说，能说话就报个名字，记账用。他眨眨眼，你谁？我把算盘端平，你债主。他愣住，然后笑了，不是好笑，是那种这人是不是有病的笑。我在渡劫。他说，你看见天雷了吗？9981道，看见了。我点头，所以毁了我39间房。我在渡劫。他提高声音，化神7天劫，方圆100里不该有活物。有的。我指向东边山坡，我的房子现在没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爬出坑，站稳了才看清，这人很高，我得仰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问。回我房子欠我灵石的人。他盯着我看，忽然伸手过来，指尖快要碰到我额头，我没躲。我怀里有护身法宝，虽然贵，但好用。他的手停在半空，转了个弯，指了指我发髻，那是什么？我抬手摸摸，是早上阿姐给我编辫子时缠的红绳。我说不卖，我没想买。他放下手，语气有些好笑。你叫什么？婉婉。姓呢？第3个问题了，收你30枚灵石，累计3900万零30枚。他举手投降。停，不问了。所以现在我要赔你3900万枚灵石。是的。我把账本转过去，他没看账本，还在看我，像在找什么东西。我没钱。他说，预料之中。我从怀里掏出另一本册子，这是抵押方法，法宝、灵脉、秘境钥匙都可以估价。你是专门干这个的？他问。蹲点等渡劫的，然后索赔。我说，仙人打架，灵兽暴走，法宝失控，只要毁了我房子，都归我管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塌下肩膀，那副刚才还凌厉的气势瞬间没了。我真没灵石，刚出关，穷的就剩这身衣裳了。我不说话，继续拨算盘。这样，他凑近半步，压低声音，我跟你走，干活抵债。我会修房子，会打架，饭量还小。算盘珠子停了一下，一天抵多少？我问。你定。我伸出3根手指，300上品灵石，300文钱。他噎住了，喉结滚了滚，成交。推开院门时，娘亲正在晾衣裳，她拎着件月白中衣往竹竿上搭，看见我，她眉眼一弯，婉婉回来啦。尾音卡在喉咙里，她盯着我身后的墨池，几乎是同时，爹爹握着剑走出来，剑尖还滴着水，两人视线对上墨池，又对上彼此。这位是？娘亲先开口，声音甜得能掐出蜜。爹爹的剑吭一声归鞘，他走到我另一边，伸手拍了拍我袖子上的灰。婉婉。他说，这位道有事，欠债的。我说，他叫。我转头看他，他拱拱手，必姓莫。墨池。欠多少？爹爹问。3900万。阿兄拔出斧头，怎么欠的？渡劫，毁了我房子。阿姐放下簸箕，那确实该还。晚饭时，八仙桌坐满了，墨池坐我对面，正对着一盆炖鸡。娘亲夹了块鸡腿肉，越过半张桌子，放进爹爹碗里，多吃点。他笑，瞧你瘦的。爹爹盯着那块肉，像盯着毒药。半晌，他夹起肉，放进我碗里，碗碗吃。娘亲嘴角抽了一下，娘亲又夹了块排骨给爹爹，尝尝，我今天新学的。爹爹没说话，夹起一块，放回娘亲碗里。你瘦，多吃。娘亲微笑，你眼睛不好，该补。爹爹也微笑，你内伤未愈，该补。排骨在两人碗之间挪了一个来回，最后掉在桌上。阿兄默默盛汤，一碗给我，一碗给阿姐。墨池端着碗，视线在桌上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我脸上。你们家挺热闹。我说。娘亲又夹了一筷子青菜，这次是给墨池的。小墨啊，多吃菜，瞧你脸色白的，是不是以前没好好吃饭？青菜落在碗里的瞬间，爹爹的筷子也到了，他从墨池碗里把青菜夹走了。他修魔的。爹爹把青菜扔进自己碗里，不吃素。娘亲眯起眼，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筷子在桌上空碰了一下，声音清脆。我放下碗，我吃好了。所有声音戛然而止。娘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扔，起身收拾碗筷。墨池看着我，眼里有笑。夜里我去柴房查账本，听见西厢有动静，悄悄推开条缝，看见娘亲站在墨池门口，手里端着盘糕点。小墨啊，睡了吗？我做了桂花糕。吱呀一声，对面东厢的门开了，爹爹抱着剑倚在门框上，月光照得他脸惨白。大半夜的，
他说送什么糕点？孩子饿了吗？修魔的不吃桂花糕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。墨池的房门开了条缝，露出半张脸。那个，我不饿，听见没？爹爹说。娘亲跺了下脚，端着盘子转身走了。经过爹爹身边时，他手腕一翻，糕点冲他脸上泼去。爹爹剑鞘一抬，糕点全拍回盘子里，一滴油没洒，浪费。他说门关上了，我合上柴房门缝，继续算账。算盘珠子响到第97声时，窗户被扣响了。墨池蹲在窗台上，手里捏着块桂花糕，你娘硬塞的。他说吃吗？我摇头。他跳进来，坐在我对面的柴堆上，小口小口吃糕。他们，墨池压低声音，也欠你钱？不欠。那为什么？房子空着，也是空着。墨池咬着桂花糕看我，什么意思？我收起算盘。4年前，落霞山涧，我捡到娘亲时，她躺在乱石堆里，胸口一个对穿的洞，血把溪水染红了一片。我拖她回家，给她喂了3瓶回春丹，又去镇上请了大夫。大夫说没救了，剑气伤了心脉，除非有化神期修士日日用真元温养。我没有真元，只有灵石。我买了个药炉，照着医书煎药。他昏迷了7天，第8天早晨，他睁眼看见我，第一句话是：小姑娘，有镜子吗？我递给他铜镜，他照了照，叹气，脸没坏，还好。然后他看了看四周，这是你家？就你一人，现在有你了。他笑了，笑出血沫子。我是颜如玉，合欢宗的，听说过吗？没有，魔道妖女，人人得而诛之的那种。哦，我递过药碗，喝药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接了碗。后来他伤好了，帮我做饭。第1天炒糊了菜，第2天烧穿了锅，第3天他端出一盘勉强能吃的青菜，说我当你娘吧。我说我有娘，那个把你送去送死的娘。他笑，不算，我这种的才叫娘。我没反对，反正空房多。3天后，同一个山涧下游，我捡到爹爹时，他泡在水里，手里还握着剑，眼睛是睁着的，但瞳孔涣散，没有光。我把他拖上岸，背回家，和娘亲并排放在炕上。娘亲看见他，手里药碗啪的碎了。谢无望，他声音冷得像冰。你也有今天。原来他们认识，不仅认识，娘亲说他们斗了100年。他杀过他3个徒弟，他烧过他2座洞府。现在我能杀你了。娘亲说，手指掐在他脖子上。谢无望没动，请便。我端着药进来，看见这一幕，要杀出去杀。我说血难洗。娘亲松了手，冷笑，便宜你了。谢无望养伤时很安静，眼睛看不见，但能准确避开所有娘亲经过的地方。第7天，他摸索着修好了被我劈坏的柴刀。我当你爹。他说，我想了想，点头，反正空房多。阿兄是去年开春捡的，倒在路边，背后一道刀口，从肩膀划到腰。我摸到他脊梁骨坑坑洼洼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剑骨被抽的痕迹。我把他拖上板车，拉回家。娘亲和爹爹看见他，同时皱起眉。剑修，爹爹说剑骨被抽了。娘亲说他昏迷了5天，第6天夜里，他睁眼，第一反应是摸身侧，剑不在，找这个。爹爹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把剑。阿兄撑起身，还我。爹爹把剑扔过去，阿兄接住，拔剑出鞘3寸，又合上。你是谢无望。他说你是凌霄剑宗的沈之秋。爹爹说100年前论剑大会，我输你半招。我记得。阿兄低头看着剑很久，说我剑骨被抽了，知道抽我骨的人是我师弟。我要杀了他。爹爹走进来，坐在床边。你现在连柴都劈不好。阿兄握剑的手收紧，但你可以练。爹爹说从劈柴开始。阿兄抬头看他，等你能一剑劈开300根柴而不伤木纹。爹爹说我教你无情道的剑意。阿兄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看向我，你不怕我引来仇家？我指指西厢房，那儿住着合欢宗主，那边住着无情道主，你要比仇家，可能比不过他们。他愣住，然后笑了。后来他伤好了，帮我劈柴，每根柴都劈得一样齐，码得一样高。我来给你当兄长吧。他说好，我没意见，反正空房多。阿姐则是上个月的事。凤凰木下，阿姐穿着嫁衣，她的血把树根染红了。我探了探她的脉，根脉尽断。我把她背回家，她烧了3天3夜，嘴里念着一个名字，又哭又笑。第4天早晨，她醒了，睁眼第一句话是我没死。没。我说。她摸了摸自己的丹田，脸色白了白。娘亲端药进来，你是凤族的人？阿姐点头，曾是。逃婚灭族。屋里静了一瞬，娘亲把药递给她，先养伤。阿姐接过药碗，却没喝，看向我，你捡我回来会惹麻烦。我看看院里的合欢宗主、无情道主、前剑道首徒，习惯了。我说，然后她就成了我阿姐，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她吃完最后一口，舔舔手指，所以只有我。她指指自己，是真的欠债要还。她笑了，挺好。她说，至少我这儿账是清楚的。她跳下柴堆。对了，刚才那盘桂花糕，你娘下了3种迷药，
2种毒。我扣算盘珠子的手停了停，但你爹拍回去的时候全解了。莫池笑着说，他俩还挺配，魔气是在腊月初8那天开始泄露的，起初只是北边天空偶尔泛紫，后来紫气越来越浓。我站在院里抬头看天，莫池站在我旁边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他说，第二天他们来了，来的是3个人，宗主、夫人还有苏黎。我打开院门时，他们站在门外3尺的地方。宗主看见我，眉头先皱了皱，右舒展开，挤出一个笑。婉婉，我没应声。夫人上前一步，眼里适时泛起泪光。孩子，你瘦了。他伸手想碰我的脸，我退后半步，他的手僵在半空。苏黎轻轻拉他的袖子，娘，别难过，姐姐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又看向我开口，姐姐，别这样，爹娘是真心想你的。他的声音很柔，像裹了蜜的刀子。我等着他们说完，宗主清了清嗓子，婉婉，魔族封印又松动了，当年是你封的，如今不去。我说，苏黎柔声开口，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但这是关乎苍生的大事，怎能意气用事呢？不是义气。我说，是不想。宗主的笑容挂不住了，婉婉，你是圣女血脉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婉婉，夫人又开始抹眼泪，娘知道亏欠你，但这次真的是为了苍生。姐姐，只有你能救天下。她说，眼睛湿漉漉的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恨爹娘偏心，但这次我不恨。我说，我没有恨的情感。我解释，封印魔尊时，连情感一起没了。夫人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宗主脸色变了变，那力量呢？圣女之力还在吗？没了。我说，全用在封印上了。苏黎忽然尖声道，不可能，圣女血脉生生不息，你怎么可能全用完？我看向他，你要试试吗？他后退一步。宗主还在说什么血浓于水，天下大义，但我已经开始走神了。我想起了一些更早的事。17岁之前，我在凡间是个孤儿，住破庙，和我一起的还有个男孩叫阿池，他也是孤儿。我们捡到一个馒头分着吃，捡到一件破袄轮流穿。他手笨，但会编绳结。我17岁生辰那天，他送我一个红绳结，尾端系着一颗小石子。婉婉，他说，等明年你18岁，我们就成亲。成亲住哪？我盖房子。他指着庙后的空地，就盖那里，3间房，1间我们住，1间给孩子，1间养鸡。我笑他，你连斧头都拿不稳，怎么盖房？他挠头，那我去学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躺在破庙的草堆里，数天上的星星。他说，1颗星就是1间房，以后要给我买很多很多房子。为什么要很多？我问，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没地方住了。他说，可我17岁生辰刚过，宗门的人就来了。小河村的土路扬起尘，3辆云车停在村口，从车上下来的人穿着光鲜。他们说我是宗主流落在外的女儿，要接我回家。我不想去。阿池拉着我的手，婉婉，去吧，那是你爹娘，他们会对你好的。那你呢？我等你。他说，等你回来，我们盖房子成亲。我跟着他们走了，回头看时，阿池站在破庙门口，手里还拿着编到一半的绳结。宗门很大，比10个破庙还大。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大殿，殿里坐着2个人，男的威严，女的温柔，那就是我爹娘，青云宗的宗主和宗主夫人。女人看见我，眼圈就红了。我的女儿。她抱住我，我不认识她，但她怀里有暖香，很软。我僵着没动，那个男人看着我，眼里有审视，有打量，像。女人看着我说，眼睛像我。男人也点头，血脉感应不会错。他们让我住进一间白玉砌的屋子，床是暖玉的，被子是娇绡的，但我睡不着。第2天开始，他们给我泡药浴，药池很大，水是黑的，冒着泡。我坐进去，皮肤像被针扎。夫人站在池边，温柔地说，忍着点，这是为了你好。一个白胡子长老说，圣女血脉需要觉醒，忍。我忍了1天、2天、3天，宗主也来，每次只问一句，今日修为可有进益？我说有，他就点头；我说没有，他就皱眉。你是圣女血脉，他说要努力修炼，才不辜负这名号。我信了，所以每天子时起床打坐，卯时开始练剑，午时泡药浴，申时学阵法，戌时背心法。睡觉的时间只有2个时辰，梦里都在掐诀。第1次伤得很重回来，是去北境除魔婴。魔婴不难杀，但数量太多，我斩了300多个，真元耗尽，最后靠本命精血才点燃封印符。那天我浑身是血回宗门，想告诉他们我做到了。走到主殿外，听见里面的笑声，我们离儿真是乖巧，是女人的声音，我从没听过的温柔。今日是你生辰，想要什么尽管说，是男人的声音，我从没听过的宠溺。我推开门，店里全是人，正中央坐着一个少女，穿着鹅黄色的裙子，头发梳成繁复的发饰，簪子上的东珠有鸽子蛋那么大。他们正在给她切蛋糕，灵果堆成的蛋糕，顶上有一颗夜明珠。我站在门口，一身血污，剑上的魔气还没散尽，所有的笑声戛然而止。苏黎转过脸来看我，
她眼睛很大很亮，看我的时候微微歪头。这位姐姐是？身旁的女人笑容僵了一瞬，然后起身走过来。婉婉回来了，怎么伤成这样？快去叫医修。他拉我的手，但手指只虚虚碰了碰我的袖子。男人还坐在原位，对旁边的侍从说，带圣女去疗伤。侍从引我离开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苏黎正在吹蜡烛，烛光映着她的脸，娇憨明媚。男人在鼓掌，女人说，黎儿许个愿，要平安健康开心快乐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路过厨房时，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，真可怜，亲生女儿在外面拼命，他们在这儿给嫁的庆生。嘘，小声点，宗主说了，接她回来就是为了替大小姐去封印的。大小姐金贵，怎么能冒险？可那也是亲骨肉啊。亲骨肉怎么了？养在身边17年的才是心头肉，外头长大的能一样吗？我没再听下去。又过了1年，我金丹了，代价是断了7根骨头，吐了3个月的血，每次疗伤都是我自己在修炼室熬，偶尔有医修过来，也只是例行公事的上药，然后离开。有一次我烧得厉害，迷迷糊糊喊娘，守夜的弟子听见了，去禀报夫人，夫人来了，站在门口没进来。婉婉，她说你是圣女，要坚强。我说我疼，她说忍一忍，很快就好了。然后她走了。那晚我咬着被子没再出声。18岁生辰那天，他们给我穿上圣女的白袍，戴好冠冕，送我去封印台。走之前，我看着宗主，会死吗？我问。不会，他说只是会重伤，修为也可能要重头休起。夫人也在旁边点头。婉婉，这是你的使命。我问，为什么是我？他们沉默。婉婉，夫人轻声说，你放心，今日之后，你就是青云宗的功臣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里面映着我的影子，但没有我。我没说话。你可还有什么心愿？我想了想，封印结束后，我能离开吗？他的手顿了顿。当然，你想去哪？回小河村。他眼神闪了闪，然后点头。好。封印阵法启动时，很疼，像有人把我的骨头一根根抽出来，又一根根敲碎。魔尊在封印那头咆哮，魔气顺着阵法反噬过来。我尝到自己血的味道，但我没停。最后一击时，我感觉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，光芒冲天而起，魔尊的嘶吼渐渐消失。我倒在祭坛上，脑子里最后闪过的是阿池的脸。他说要编红绳，要买房子，说要娶我，只可惜红绳没编完，亲也没成。最后一刻，我看见宗主松了口气，夫人抱紧了苏黎，再醒来是在床上。一休说，我修为尽失，灵脉全毁，以后就是凡人了。宗主和夫人来看我，带着很多东西。婉婉，你是青云宗的骄傲。宗主说，这些法宝都是给你的。夫人说，我坐起来，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我不要这些。他们愣住，我要零食。我说，很多很多零食。你要零食做什么？宗主问。买房子。他们对视一眼。为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想不出理由，只记得好像有人说过，要给我买很多房子，这样我就永远不会没地方住。我努力回忆，一直很想要很多房子。夫人眼圈红了，她握了握我的手。好，给你。于是我带着一储物袋的零食下了山。第一间房子买在山脚下，很小，但有个院子。我在院里种了棵槐树，树还没发芽时，我在落霞山涧捡到了娘亲。后来房子越买越多，人也越捡越多。我眨了眨眼，眼前的宗主、夫人、苏黎和记忆里重叠又分开。宗主还在说，你若不去，天下苍生都要遭难，到时生灵涂炭，都是你害的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过去的我应该很苦，泡药浴很苦，练剑很苦，被忽视很苦，封印魔尊时也很苦，但我现在感觉不到了。我只觉得他们很吵。婉婉，女人哽咽道，当年我们也是不得已，黎儿她身体太弱，如果她去封印会死的，所以让我去。我说。宗主道，你怎么能这样和你娘说话？爹爹的剑出鞘了，剑气横扫，宗主的胡须被削掉一半。在我家，爹爹说，对我女儿说话客气点。你。宗主抬手，指尖有灵光凝聚，但灵光没亮起来，因为娘亲动了。他没用什么法术，只是从腰间解下了围裙，拎着菜刀走到我身前。娘亲把菜刀往门板上一剁，哐一声响。说完了没？他问。宗主脸色一沉，颜如玉，这是青云宗的家事。家事。娘亲笑了，你们把她推出去，让她一个小姑娘去封印魔尊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她是你们家人了？现在魔尊又要出来了，就想起来她了。夫人咬牙，她毕竟是青云宗的圣女。圣女你个头！娘亲啐了一口，别给我来这套，我告诉你，没门。苏黎眼圈一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姐姐她。苏黎又上前一步抓住我的袖子，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天下百姓是无辜的。我低头看着她的手，
很白很软，指甲上涂着扣丹，不像我弟手有茧子有疤。闭嘴！爹爹开口了，一个字，冷得像冰。苏黎噎住，宗主脸色变了，颜如玉、谢无望，我们是婉婉的爹娘。娘亲把菜刀扛在肩上，有问题。夫人指着爹爹，谢无望，你无情到大成，本该斩断尘缘，现在装什么慈父？爹爹看他一眼，我乐意。阿兄上前半步，对宗主拱手，凌霄见宗沈之秋，见过宗主。宗主瞳孔一缩，你还活着？托婉婉的福。阿兄说，剑骨断了，但命还在。阿姐也微笑，凤足凤灵，见过各位。虽然我现在根脉尽断，但烧掉这座山还是做得到的。苏黎往后退了2步，墨池站到我身边，没说话，只是笑。爹爹看向宗主，当年你放任婉婉独自一人生活在凡间17年，不闻不问。后来苏黎体弱，魔尊封印又需要圣女血脉，你们才想起婉婉，把她接回来，只是为了替你们这个好女儿去死。我说的可有半句虚言？宗主脸色煞白，封印魔尊本该是苏黎的命。阿兄慢慢说，但你们舍不得，就骗婉婉去。阿姐轻笑，如今魔尊又出来了，你们还想骗第2次？他往前一步，指尖腾起一缕金红色的火苗。要不这样，我现在烧了你们这好女儿，用她的血肉来封印魔尊，这样天下百姓不就有救了吗？苏黎尖叫一声，躲到夫人身后，夫人护着她，瞪着我们，你们简直是一群疯子。对，就是疯子。娘亲拔出菜刀，在手里掂了掂。宗主看着我们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最后他深吸一口气，婉婉，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天下大乱？我没说话，娘亲替我回答了。她把菜刀往地上一跺，刀尖入土3寸。老东西，你听好了，第一，天下不是婉婉一个人的天下；第二，封印是你们青云宗的事，别往我女儿头上扣；第三，他顿了顿，笑容冷下来，再敢来烦他，我拆了你青云宗的山门。爹爹补了一句，我帮你。阿兄，加我一个。阿姐，还有我。墨池，算我个便宜。宗主看着我们6个人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没再说话。他转身带着夫人和苏黎走了，背影有点狼狈。我站在那儿，看着他们站成一排，挡在我面前。我忽然觉得心口有点酸，眼睛也有点酸。我开口，声音有点哑，我不去，是对的吗？4个人同时转头看我，娘亲笑了，傻孩子，这可太对了。爹爹点头，对。阿兄说，天塌了也该高个顶着，不是你。阿姐握住我的手，我们婉婉以后只要开心快乐，健健康康的就好。我看着他们，眼泪突然掉下来，没有预兆，没有理由，就是掉下来了。我往前一步，伸手抱住娘亲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用力回抱我。爹爹的手落在我头上，很轻的揉了揉。阿兄拍了拍我的背，阿姐也凑过来，把脸贴在我肩上，5个人抱成一团，挤挤挨挨的，抱了很久。娘亲先松开，抹了把脸，好了好了，肉要糊了。爹爹收回手，转身往井边走，我去打水。阿兄捡起斧头，柴还没劈完。阿姐松开我，吸了吸鼻子，我去看看鸡。墨池还靠在门框上，看着这一幕，忽然笑出声。这样看来，他摸着下巴说，我也应该搞个名头当当。没人搭理他。那天晚饭后，墨池问我要不要报仇，他问得很随意，一边洗碗一边问，水声哗哗的。他说，婉婉，你要是想，我们今晚就去青云宗。我摇头，算了，真算了。他擦干手，转过身看我，为什么？我想了想，现在这样很好了。墨池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行。过了会儿，我又问他们，你们要不要报仇？阿姐和阿兄在擦桌子，2人动作同时一顿。阿姐先开口，阿兄放下抹布，我看着他们，你们不是也有仇人吗？阿姐低头继续擦桌子，擦得很用力。我不用了。为什么？麻烦。他说，但声音有点抖。阿兄重新拿起抹布，我也算了，真算了。爹爹坐在窗边喝茶，听见这话，茶杯停在嘴边，他看了娘亲一眼，正准备开口，娘亲一个眼刀飞过去，爹爹闭嘴，低头喝茶。娘亲走过来搂住我，什么报不报仇的，多不吉利。他身上有皂角的香味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开开心心，健健康康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他们是骗我的，因为没过2天，我在外面蹲点时撞见了阿姐。那天是2个化神期修士打架，他们从山头打到山脚，剑气纵横，火光四溅。我提前收到消息，抱着算盘蹲在3里外的土坡上。打完了，我走过去，原本该是一片废墟，废墟里趴着2个焦黑的人影，但我去的时候，废墟边还站着一个人，我的阿姐。她穿着平时在家穿的素色裙子，裙摆沾了灰，脚边躺着2个人，那2个人身上冒着青烟，衣服烧没了大半，皮肤焦黑。阿姐看见我，眼睛瞪圆了，婉婉，她声音都变了调。我停下脚步，阿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阿姐支吾了2声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指着地上的人，他们打架震塌了咱们的房子。阿姐走过来拉我的手，婉婉你看，就是他们打的，太能跑了。我从镇西追到镇东，累死我了。地上那个男的动了动，呻吟一声，阿姐立刻回头，只见火苗又冒出来。闭嘴！男的立刻不动了。我没说话。阿姐蹲下来，从那人怀里摸出个储物袋，又扯下他脖子上的玉佩，塞进我手里，给他俩有的是钱。婉婉，你尽管要。我接过储物袋，打开看了看，零食堆成小山，还有不少法宝，够吗？阿姐眼巴巴看我，够。她松了口气，然后又笑。其实我早就想收拾他俩了，一个是我前任未婚夫，一个是我那好妹妹，当年抽我跟麦的时候可威风了。她继续说，不过我答应你了，不报仇。这不算报仇吧？这叫赔偿损失。对，他们烧了你的房子，就该赔。然后她小心翼翼地看我，婉婉，你生气了吗？我摇头，真的。我把袋子收好，你做的对，房子塌了，是该赔。阿姐眼睛一下子红了，她扑过来抱住我，声音闷在我肩头，我就知道婉婉最好了。地上的妹妹忽然尖叫，凤玲，你装什么装？你分明就是报复。阿姐头都没回，反手一团火焰砸过去，尖叫声戛然而止，吵死了。阿姐说，然后松开我，又变成那个温柔的样子。婉婉，你先回家，我处理完这边就回去做饭，今天想吃什么都行。又过了2天，我在另一片废墟里看见了阿兄，这次是2个剑修决斗，为了争天下第1剑的名头。我去的时候，决斗已经结束了，废墟中间站着一个人，我的阿兄，他手里拎着一把剑，剑尖滴着血，地上趴着一个人，穿着华贵的剑修袍，背上有个血窟窿。阿兄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嘿嘿一笑。婉婉，他走过来，把剑扔在地上，我看着地上的人，他震塌了我的房子。对，阿兄点头，就是他，你看，房子都成粉末了。地上那个剑修虚弱的抬头，沈之秋，你……阿兄一脚踩在他背上，剑修闷哼一声，晕了。他蹲下身子，对着地上那个人一顿摸索，先摸出储物戒指，又摸出几件护身法宝，最后他把手伸进那人背后的血窟窿里。我看着他，他掏出一根骨头，血淋淋的，泛着玉色的光，是剑骨。他把剑骨和戒指一起递给我，我接过剑骨和戒指，剑骨冰凉，戒指温热。你没杀他？我说，阿兄用袖子擦脸，结果擦得更花，杀得太便宜，让他活着更痛苦。他顿了顿，小心看我，婉婉，你没生气吧？没有，真的。我把剑骨还给他，你自己的东西自己收好，戒指我拿了。阿兄接过剑骨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笑了，不是平时那种温和的笑，是有点狠又有点痛快的笑。谢了，婉婉。不谢，我们一起回家。路上阿兄说，那个剑修是他师弟，当年抽他剑骨时说了很多难听话，他说我这种人不配用剑。阿兄说，语气很淡。现在他趴在地上，剑在我手里。我点头，挺好的。阿兄转头看我，你真不觉得我残忍？我想了想，他弄坏了我的房子。阿兄笑出声。那天回家，爹爹和娘亲在堂屋坐着，娘亲在喝茶，爹爹在看书，虽然看不见，但他喜欢摸书页。我走进去，把储物袋和戒指放在桌上，今天挣的。我说，娘亲看了一眼，不少啊。你们也要打架吗？我问。娘亲一口茶喷出来，全喷在爹爹脸上，爹爹没动，茶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，他伸手抹了把脸，还是一脸平静。娘亲咳了半天，脸都红了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爹爹，突然娇羞一笑，我们打过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我四处看看，堂屋很整齐，桌椅都在该在的位置，但我注意到里屋的门关着，平时是不关的。床塌了。娘亲小声说，脸更红了。爹爹站起来，我去修。他往里屋走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我，婉婉，我们没打架。他说，是切磋。娘亲点头，对，切磋。爹爹进去了。娘亲拉我坐下，给我倒茶。婉婉啊，其实呢，有些事不用太较真，报仇也好，打架也好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重要的是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点头。你爹爹和我呢？确实有点旧账。他笑了笑，但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以后慢慢算，一次算一点，不急。我点头。修床的钱从他们零花钱里扣。魔尊要出世的风声越来越紧，青云宗又来了3波人，第1波讲道理，第2波卖惨，第3波想硬闯，都被堵回去了。那天晚饭，墨池放下筷子，我回趟魔族，没人问为什么。我点头。几十回，3、5天。他顿了顿，有事传讯。第2日，爹爹说要去北边采药，娘亲说陪他去。第3日，阿兄说见义有误，需闭关。阿姐说要护法。第4日，院子里只剩我一个。我走到院门口，望了望西边，天边有黑云堆积，云层深处引见暗红流转。我知道
封印提前破了，他们也知道，所以他们都走了。我拎着算盘往那边走，路上遇见逃难的凡人，拖家带口往东跑。有认识我的大娘拉住我，姑娘，别往那边去，魔头要出来了。我点头，继续走。走到落霞山时，封印台已经看得见了。那是个巨大的石台，刻满符文，此刻符文正发着光，一圈一圈荡开，试图压住台中央那道越来越大的裂缝。台上有5个人，爹爹站在东角，娘亲在西角，双手结印，阿兄在南，阿姐在北，墨池在正中，黑袍在魔气里猎猎作响，他们都在往符文里灌注灵力。我走上石阶时，阿兄先看见我，婉婉，他声音都变了，回去。娘亲转头，脸上血色褪尽，傻孩子，你来干什么？爹爹的剑气晃了一下，走。我没走，继续往上。墨池没回头，但肩膀绷紧了。我走到台边，把手里的2个人扔在地上，一个苏黎，一个宗主夫人，2人都被捆仙索绑着，嘴里塞了布。台上5个人同时顿住。婉婉，阿姐声音发颤，你这是？我来救你们。我说。墨池转过头，看看地上2人，又看看我，突然笑出声。他笑的肩膀都在抖，手上结印却没停，笑够了，才慢慢悠悠的收拾，走到我身边。怎么抓到的？他问。他们躲在观战的人群里。我说，看你们封印，还笑。墨池蹲下，扯掉2人嘴里的布。苏黎立刻尖叫，放开我！爹娘救！宗主夫人比他冷静，但声音也在抖。婉婉，我们是你亲人。不是。我说。裂缝又扩大1圈，魔气冲天而起，台子开始震动，符文的光芒暗淡下去。墨池拎起2人，走到裂缝边，历代封印都要圣女血脉献祭。他声音很平，但没规定必须是哪个圣女。苏黎尖叫起来，不，我不是圣女，她才是。他指着宗主夫人，宗主夫人脸色惨白。黎儿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。苏黎哭喊着，我不是你亲生的，你留着我，就是因为我能讨爹欢心而已。台上静了一瞬，是她。苏黎涕泪横流，她是青云宗上一代圣女，让她去封。宗主夫人盯着苏黎，眼神像淬了毒，然后她看向我，我迎上她的目光。当年，她忽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，你出生时测出90%圣女血脉，我很高兴，但是你根骨太差了，青云宗不需要一个根骨这么差的圣女，而你爹也不想要你这样一个女儿。他笑了笑，笑得比哭难看。现在想来，若当初没你，是不是？我没说话。魔气已经漫到台边，爹爹的剑气撑起屏障，但屏障在皲裂。墨池看了看2人，又看了看裂缝，然后他把2人都扔了进去，扔进阵法中心裂缝正上方。宗主夫人没挣扎，她在半空中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但魔气吞没了她，也吞没了苏黎的尖叫。符文骤然亮起，比太阳还刺眼，光芒从2人身上爆发，灌入裂缝。最后一声轰鸣，光散了，裂缝消失，石台上只剩焦黑的痕迹和躺在边缘奄奄一息的苏黎。他修为尽毁，经脉寸断，睁着眼睛看天，胸口微弱起伏。墨池走到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很凉。结束了，他说。回家路上没人说话，到了院门口，娘亲才开口，婉婉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傻？我转头看他，他脸上有灰，衣裳破了口子，但眼睛亮亮的，居然想着自己去封，还没你聪明。爹爹咳了一声，阿兄挠头笑，阿姐抱住我胳膊，婉婉最厉害了。墨池松开我的手，去井边打水，院门又被敲响了，这次来的是宗主一个人。他开口，声音哑得厉害，死了。墨池说。宗主身体晃了晃，他抬头看我，眼睛里有很多东西，最后都化成一片空。婉婉，打吗？娘亲忽然问。宗主一愣，不打就滚。爹爹说，打的话，他拔剑，正好手痒。宗主看了看我们，最后转身走了。院门关上，娘亲吐出一口气，转身抱住我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爹爹收剑，去厨房热饭。阿兄修备震裂的院墙，阿姐喂饿了1天的鸡。墨池走到我面前，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，半截红绳，褪色了，但编得很认真。当年说好的，他把红绳放在我手心，编了红绳，有了房子，我们就成亲。红绳躺在掌心，轻得像没有重量。现在我只有红绳了。他说，我看着红绳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握紧。你还欠我零食。我说。墨池笑了，那我给你修一辈子房子，好不好？我没来得及说话，一股大力把他拎了起来。一回头，爹爹娘亲、阿兄、阿姐围成一圈，脸色黑如锅底。我就知道。爹爹咬牙，你小子不安好心，还什么打工还债？你居心叵测。娘亲抄起扫帚，阿兄捏拳头，阿姐去拿算盘了。墨池被拎在半空，挣扎。等等，我债还没还清，不用还了。爹爹说，现在滚蛋。那不行。墨池认真道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娘亲的扫帚挥过来，墨池躲开，落地，跑到我身后。婉婉，你看他们。我看着他们。爹爹举着剑，娘亲挥着扫帚，
阿兄捏着拳头，阿姐抱着算盘，墨池躲在我身后，手还攥着我袖子。院子里的阳光很好，照在青砖上，泛着暖光。鸡在窝里咕咕叫，柴堆整齐，账本在屋里。今天天气很好，适合修房子，适合算账，适合一家人吃饭。突然想起那天宗主说，难道我就不管不顾天下苍生了吗？可是天下苍生没给过我一个家，他们给了。阳光一过来，把所有人的影子投在地上，长长短短交叠在一起。今天天气很好，真的很好。